办呢？银行无端端少了30万，被老公发现，到时怎么跟他解释啊？解释什么？为什么牛妇女都一样的，走路都没有声音，迟早被你们吓死哎！没事吧？被你这么一下，怎么会没有事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？不用上班吗？今天休息，但是约了人。哦，今天出去了啊。拜拜。拜。好，谢谢。阿泽，坐。监书通知我，烂阳明的家人又在提出申请，烂阳明希望和你见一面。我希望你和他见面，主要不是要你原谅他。那为什么还要我去见他？你抗拒和他见面，这表示你不想面对这件事。但你不踏出这一步，过去的事就不会有转机，也没办法解决你心里的障碍。你应该知道，没办法开枪的后果会怎么样吧？我真的不希望失去你这个得力助手。我已经尝试解决了。你接受心理辅导不是你自愿，而是逼不得已，所以你一直都很不合作。这些都是心理医生告诉你的吗？不需要他告诉我，我知道你问题的症结在哪里。能解开这个枷锁的人，就只有你自己。阿泽，别把自己的人生捆绑起来。你真的希望这样过一辈子吗？是，你说完了没有？我先走了。要去哪里啊？去看心理医生啊！你说的话我都有听进去的。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我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时我和雅琪闹了一架。我们见个面谈一谈好吗？这是我结婚戒指，你不能拿！给我，我就给我下来！给我！阿梅。还不错。心理医生说，根据我的进度，我很快就不用接受辅导了。真的啊？那你不是很快就可以砰变回神探了？爸爸就算不开枪，也是个神探啊。对哦，那不如我们就 test 一下，看你有没有说谎。要怎么 test？来了，快点跑！蚊子，我来了。哎，小蚊子，你在哪里呀？我知道了，在这里。小蚊子，再不出来的话，爸爸就回家了啊！啊！你是谁？在干什么？
事吧？你想谋杀？哎呀，我不知道他出手会这么重啊！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好心没好报，早知道不要帮你们啊！萧 Sir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出了馊主意，我以为这样子呢会刺激到你，没想到，不要怪我，我对不起啊 ，sorry。萧 Sir， 刚才是对不起啊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当天的事。原来当天，雅琪是叫我冷静点。可是为什么在我回忆里，雅琪是叫我别开枪？也许这一切是你的幻想呢。我以前很穷的啊，有时候我跟弟弟2个人一天都吃不到1餐。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，想象自己已经吃饱了，想着想着，想到自己相信为止，哎，果然就不觉得饿了。你一直责怪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开枪，所以你就下意识想象是雅琪叫你不要开枪，那么你心里会好过一些的。西信，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没什么啊，我也是误打误撞，我又不是什么心理医生，不用谢。你要见我做什么？这些年来，我每天闭上眼睛，都一直想着雅琪。他以前对我这么好，我却亲手杀了他。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啊！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我不期望你原谅我，我也无法原谅我自己。我只是要当面跟你道歉。对不起。
三番四次的欺骗雅琪，可是他还是选择相信你，相信你会改过自新，一直到你挟持他，他还担心我会伤害你，叫我冷静点。可是最后，你却杀了他。我要你知道，雅琪在生死关头还是很关心你。如果你不想辜负他，你出来之后要好好做人，知道吗？我选择相信雅琪。爸爸为什么这么久都还不出来？很快就要出来了啊！哎，出来了，爸爸，怎么样？你的眼睛红红的，你真的没事啊？哦，sorry， 你没事，我也是。我的眼睛有问题。他向我道歉，为他所作所为忏悔。我看得出，他是真心悔改的。那你原谅表舅了吗？你觉得妈妈会要我怎么做？妈妈当然是希望你能原谅表舅。你这么疼妈妈，一定会听她的话。太好了，终于雨过天晴了。今天好像是你重生的日子，哎，不如就当做是你第2个生日，我们去庆祝吧。小云阿姨，你这样也想得出？当然了，是应该庆祝的。走走走。好吧，走吧。想吃什么啊？快点，我很饿。差不多。累了。有点，熬了一整夜的通宵，幸好很快就要下班了。原来我们的 best 学历是这么差劲的。谁说的？我只是有点累，不过精神状态还是最好的 ，OK？ 上次我拒绝了你，你不生气啦？我才没那么小气，况且我现在的对象条件比你好很多，幸好我没有跟你成为一对，不然后悔死了。哦，你说话那么直接，你就不怕我翻脸啊？不怕，因为我知道你也没那么小气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啊？什么味道？这个味道跟我们上次在海上捞到尸体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好像真的有哎。小龙，
你找我？是啊，刚刚看了你的心理评估报告，不错，有很大的进展，相信很快你就通过心理评估了。Thank you, sir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只有你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你不是做不到，只是不愿意做罢了。谢谢你每天啰里啰嗦的劝我，我才会下决心。不过说真的，能看到你走出阴影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恭喜你，前辈，恭喜你啊，终于渡过难关。他能度过难关，也要多谢你打的小报告。Hello， 哎，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是分尸案。目前为止，只找到死者的头颅，真正的死因还需要更多验证。凶手没留下什么线索。凶手切割的手法非常熟练，看来不是生手。我们在死者口里找到一根大约30公分的头发，不排除是属于女性的头发。死亡时间大约是48小时。哇！哇，太恶心了！还好我没有去验尸房，要不然我一定受不了。王者就是不想让你弄脏验尸房，所以才不叫你去。谢谢sir的体贴。Sir，我们查到死者的身份了。死者叫做张志毅，英文名叫 Louis Chang，35岁，来自台湾。3个星期前进入新加坡，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也有入境新加坡的记录，每次都留2-3个星期就离开新加坡。他来这里干嘛？工作吗？他没有正职。我们查到他曾经在台湾涉嫌爱情欺诈，可是后来2名受害者都撤销控状，所以没有被定罪。这种新闻经常都有，还是有人会上当。Sir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有很多孤单又没有恋爱经验的女子，很容易就陷入爱情骗子的陷阱。就算身边的亲朋好友劝他们，他们都听不进去，最后搞到倾家荡产。雪英，听起来你好像经验老道，难道你中过招？trời，我像是会被骗的人呢。死者生前的住址在什么地方？他每次来都住同一家酒店，可以算是常客了。阿哲，我们过去问问看，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哦。哎，你们觉得爱情骗子会不会是被他们的受害者杀掉的？喂，你们不……哎，喂，有时候最简单的答案就可以破案了吗？是他，这门的角度。停，放大画面。这卢比搞什么鬼？连手机都关掉。唉，他们到底拿到钱了没有？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没有受伤啊？怎么会有血啊？妈咪，你没有看到我的牛仔裤啊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有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请问林美珍女士在吗？妈咪，林美珍女士，有一桩案件需要你协助调查。林美珍女士，你是怎么认识Louis Chang？在网上认识的。
本来是想帮女儿找对象，我就先约她见个面，看她的人还不错，而且我们也很谈得来，我就继续跟她联络。哎，不过你们别误会，我跟她之间什么都没有的，我真的是纯粹只是想帮我的女儿找对象而已。我们查到 Louis Chang 涉嫌爱情诈骗案，怀疑他是个爱情骗子。他接近你，或许是想要对你进行诈骗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给他骗色，我们两个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约见面的时候只是喝茶啊、聊天啊。那有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也会叫他出来跟他诉诉苦而已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们没有再做其他的事了。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？就在2天前，在游艇上。你跟他为什么上游艇？你们不要误会，在游艇上的不只是我一个人。游艇是谁的？是一个叫 Ruby 的富婆，是刚认识的。游艇上有谁？有我 Ruby、NG， 还有韩飞。除了我们4个之外，就还有 Louis 啊。他们和 Louis Chang 是什么关系？他们都是受害者，被 Louis 骗财又骗色，然后他们就想办法带 Louis 上游艇，然后给他一个教训，再逼他把钱全部还给我们。刚才我讲我跟你们说清楚，是他们被骗财骗色，我没有，我只是纯粹被骗财而已。你们4个女人是怎么认识的？一开始的时候，是那个叫韩飞的女生，她主动联络我们，她说她也是受害者，然后她有请私家侦探去调查，查出原来 Louis 呢是爱情骗子，他也懂我们是受害者，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出来见个面，然后就商量如何跟 Louis 讨回我们的钱。你被骗了多少钱？也不是很多了，就30万。你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给 Louis Chang？ 他说他是做生意的，在新加坡跟台湾都有业务，然后他说他需要资金来周转，叫我借他30万，他还说他会连本带利还我35万，那我就看到有钱可以赚，我就把钱借给他。现在想想看，说当时我会这么贪心，我看我真的是鬼迷心窍的。告诉我，游艇上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绑架他？不这么做，他会乖乖来见我们吗？这样也好，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。不错，要给他点苦头吃，他才会乖乖听我们的话。叫醒他。起来，起来啊！喂。你们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这个混蛋，还不把所有的钱都还给我们？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们挟持我！你这个爱情骗子，骗财骗色，还敢对我们大小声？Louis，你快把钱还给我们，其他的我们都不追究，你就合作一点，快解决这个问题呀！我几时骗了你们的钱啊？这些钱是你们心甘情愿给我的，钱我就没有。有本事你们去报警啊！如果要报警，你还会在这里吗？你们到底想要怎样？放手！放开我！去我的包拿针哦，快！放开我啊！这种人，放开我，疯女人！
是死了吧？放心吧，只是镇定剂，没事的。我看我不想搞下去了，这些钱我不要了。我们说好有共同进退的，你现在竟然想要退出？我没有想到你们把事情搞得这么大。再说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，我老公是警察，我还是先走了。你现在在海上，你还想要去哪里？我就看外面有没有船经过，然后我敲门找我会。我好像是被击中了头，然后就晕过去了。你是什么时候醒来的？我迷迷糊糊的，也不晓得昏迷了多久。碰，醒来啦？怎么会突然晕倒的？你晕船啊？路易斯呢？他走了。走了？我们和他谈好条件，他答应2天后把所有的钱都还给我们，所以就让他先走了。他真的答应啦？当然是真的啦，不然我们怎么会放他走啊？你放心啦，你的钱很快就可以拿回来了。后来游艇靠岸，我就回了。然后这2天，我一直等着他们联络我，可是他们一直没有联系我，我打电话也找不到他们，我也没有收到路易斯还给我的钱。你们为什么会找上我啊？路易斯昌已经死了。路易死了？他被杀之后，还被凶手分尸。目前我们只是找到他的头颅。这件衣服是你的吗？嗯。你上游艇那天是穿这件衣服吗？刚才我洗衣服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衣服上有血迹。我在想，我的衣服为什么会有血迹呢？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是不是卢昌的血迹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呢？我昏迷了之后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都不清楚吗？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难道你们怀疑我杀死了路易斯？你被骗了这么多钱，的确有杀人的动机。不是，我当时只是很心急的想讨回这笔钱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杀人呢？我跟路易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，我怎么会想到要去杀他？凤珍，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你不了解我的为人吗？Sir，欢迎报告出来了，我们从卢易伤口中找到了你的毛发。李敏珍女士，目前你是这宗命案最大的嫌疑者，我们必须扣留。事发当天，我打过电话给你妈咪，那时她很紧张的就挂了电话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原来那时就是她在游艇上发生事情的时候。如果我当时多问她几句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
谁都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别再怪你自己了。Sir，林女士是这起案件最大的嫌疑者，需要被扣留。是啊，上级已经吩咐下来，以你的身份不方便参与调查这宗案件。我明白。如果你老婆没有犯法，我们一定会还她一个清白。OK， 除了李美珍以外，Ruby NG 和韩飞都是这宗案件的嫌疑者，应该也是 Louis 之前在酒店碰面的女子。去查清楚这几个女人的身份。Yes, sir。Daddy， 在找什么？我在找你妈咪手机，看看有没有线索。不用打了，昨天到现在，她的手机一直在关机状态。一定还在家里的。Daddy， 先吃吧，等一下我帮你找。我真搞不懂，你妈咪怎么会搭上卢医生这种爱情骗子，还扯上了命案。他是为了帮我找对象才会信错人的。你不是真的觉得他出轨吧？他是全心全意爱你的，你是知道的。别说这些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洗脱罪名。可是所有证据都对他很不利。这件事就交给丰泽他们吧，不要太担心了。唉，Sir现在一定很苦恼，自己的老婆牵涉凶杀案，依然那么冷静，完全不干预调查案件。Sir果然是身经百战，非常专业。王子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多做事，少说话。我知道，我还有很多要向Sir学习的地方，谢谢前辈的提醒。找到游艇停泊处的视频了，我问了那边的员工，证实当时他们一起上游艇，已经确认了 Ruby 和 Angie 的身份。现在只剩下这个叫韩飞的，到目前还不知道他的来历。先找 Ruby 和 Angie 回来问话。Yes, sir. 2天前早上10点到下午1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我和朋友一起开游艇出海。当时还有谁和你在一起？我们4个加上 Louis。Louis Chang 是怎么上游艇的？是韩飞把他装入行李箱内，把他带上游艇的。你们上船2手空空，没有看到韩飞带行李箱？我们的东西和行李箱都由船夫提早搬上游艇了。船夫？是啊，他是我先生聘请的，不过当天他并没有出海，游艇是我开的。我们只是贪好玩，跟 Louis 开了个玩笑。警官，你不会真把我们当绑匪吧？我们只是和他闹着玩的啊。在游艇上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本来只是想吓吓 Louis， 要他把钱还给我们，可是他却想逃走。那时情况很乱，我忽然看到林美珍拿出一枚针筒，刺中 Louis。你确定是林美珍？
我们都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这么做。他怎么了？不会是死了吧？只是镇定剂，没事的。我看我不搞下去了，那笔钱我不要了。哎，不是说好共同进退的吗？怎么，你现在想退出啊？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样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哼，现在在海上，你们能逃去哪里啊？你说林美珍打晕了 Angie， 那你呢？我那时候看到林美珍好像发疯了似的，所以赶紧想要把游艇开回去。谁知道到了驾驶舱，突然间感觉被东西击中，然后就昏了过去了。那韩飞呢？他好像也被林美珍打中，昏倒了。Ruby， 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醒来的。那路易斯呢？我已经跟他谈过了，他答应在2天内就把钱还给我们。他真的愿意把钱还给我们？那当然，不然我怎么肯让他走呢？你们就等着拿钱吧。我等了2天都没有听到林美珍的消息，我怀疑她一定是收了 Louis 的钱，然后私吞了我们的钱。路易斯不可能还钱了。为什么 ？Louis Chang 已经死了。什么？他死了？他被杀死后还被凶手分尸。根据我们所推断的死亡时间，他应该是在游艇上被杀害的。分尸？那一定是林美珍，是她杀了 Louis。你亲眼看到林美珍杀人？当时只有林美珍知道 Louis 去了哪里，不是她还有谁？你所做的口供和林美珍的有很大的出入，而且案发当时你也在游艇上，所以我不能排除你的嫌疑。现在我们必须扣留你。什么？我跟你们说的都是事实啊！你们凭什么不相信我？你们没有权利扣留我。我都这么合作了，你们还要扣留我？不行，我要联络我的律师。案件未明朗前，你们都有嫌疑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，那请你跟警方合作，协助调查。Ruby 和 Angie 的口供一致，都指向林美珍杀死了 Louis Chang。这和林美珍的口供正好相反，到底哪边说真话？他们都有杀人动机，每个人都可能是凶手。会不会是他们合谋杀死 Louis， 过后又互相推卸责任？这个案件有个关键人物，Louis Chang是他抓的，他好像是整件事的主导者，可是到现在还是身份不明。只有找到他，才能得到我们想要找的答案。这个韩非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来，加料加料，多吃多吃。怎么了？我一看到那个鱼头，就让我想起那颗人头，赶快把它拿走。哇，那你以后不是不能吃鱼？哎呀，好可惜呀！我还想约大家去吃阿三鱼头的。市民都觉得不舒服了，你还落井下石，整这么一点好不好？没事吧？要不要喝水？我帮你拿。不用了，我这里有，谢谢你。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连饭都吃不下，整颗心好像就这样，痛得真的快。Stop！ 你越讲我越想吐。Eden， 来了，演习快要开始了，你还没买东西吃啊？本来想吃鸭饭，可是今天没开。你不知道吗？珍嫂涉嫌分尸案已经被扣留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啊，没想到郑嫂平时砍鸭的手法，终于派得上用场了。肖一手，不要乱说话好不好？珍嫂的案子还在调查中，还不知道谁是凶手。知道啦，梦中情人的妈妈肯定要帮啦。哦，肖一手，可不可以不要说那么难听的话？哎呀，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嘛，想让大家轻松一点，我又不是认真的，对不对？
一手他是开玩笑的，不要介意。你妈妈的案件怎么样了？还在调查中，不用担心。演戏快开始了，去准备吧。警察，走！走 Police, I said stop! Put down your weapon! Turn around 5 feet. Hands behind your head. On your knees. Move it. Covering! Securing! Cover over Bravo! 小荣，小荣，小荣，小荣怎么样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他还在里面，医生在帮他进行治疗。小荣，你不能有事。我早就应该叫他去做身体检查的，因为害怕知道他得了什么绝症，所以就当鸵鸟。当什么事都不知道，还叫他吃什么偏方，我以为他吃着吃着就会好起来，没想到他真的出事。你是说小荣身体有问题？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，我相信小荣也不知道的。他很热爱这份工作，所以不敢告诉你们。他真的很热爱这份工作的。如果他真的身体有问题，更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帮助他的。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他。小荣，你不能有事。Thank you.